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军演这个时刻，台湾、日本、美国都在看。结果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照片，我吓一跳。高市首相进官邸，想说，日本人不是都是要很体面，穿得很好，干干净净。你看他运动服，你看到他穿拖鞋，真的假的？对照，本来大家想说，日本哦，不是都是斯都穿个和服，体体面面的。后来发现说错，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日本人，这是关西大妈。关西大妈 style， 他们说，对我家隔壁的大妈，她就长这样，太帅啦！你看哦，这个我们讲的非常休闲的一个运动场景，然后这裤子感觉也是条棉裤，就底下配一个，很多网友看不明白，想说怎么看，他怎么穿夹脚拖啊？他怎么穿人字拖啊？他说不是啦，这个叫做雪拖 ，OK，seta 哦 ，seta 就是我们讲日本专门类似叫做 moka。就像我们的木屐那样，木屐啊，但它是胶质，我以为是人字拖人字的木屐啊，胶质。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说，哇，高市也太亲民了吧？因为他明明知道说可能会被记者拍到，为什么？因为他这一次是从原本的众议员宿舍，他众议员要搬到官邸宿舍，结果呢就被拍到这一幕，也就是各位，这是高市长们要步入他官邸居住第一晚被拍到的预兆，就竟然呢就是穿着一个夹脚拖，一个我们讲木屐，但是呢，我们讲很多网友在讲说，哇。身体也太好了吧，完全不会怕冷但实际上高市之前就我们讲穿这种运动装之前他就已经介绍过，他穿的就很像这个的，对，只是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对，他说这是在家乡奈良三乡町买的，各位这都是代表日本文化跟传统。我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高市背的包包，那个也是他们日本手工制作。那这个拖鞋不是拖鞋雪拖木屐也是手工制作，所以代表他其实很极力的在推广这个日本。但是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你要说他大妈也没关系，因为他是带货力最强的大妈，还正好这一款又断货了，比衣服、包包现在变成木屐，真的，他真的要断货。但是我们讲相对之下，比起高市长的带货力有另外一个人的破坏力不遑多让。对，你知道谁吗？中国人，所到之处我们讲寸草不生。你知道赵尔最近他们把歪脑筋动到哪里吗？动哪里？买岛，去买岛，买岛，对，要买日本的岛，真的假的？就在这边，来这个地方叫利佐岛，你知道他们跑去干嘛吗？他们跑去这个利佐岛大概20个大巨蛋而已就他们呢大手一挥就买了3000平方公尺下来，然后问他说你要干嘛？他说没有啊，我们是要盖别墅啊，我要盖豪宅的，我们没有要做什么啊。但是我们都会讲这个岛是无人岛，岛上面只有7个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基础设施，也没有任何观光景点。那我问你正常中国人会动歪脑筋想要去买这个吗？怎么可能？对。后来我讲一个东西你就听懂，来，就是这张图。对。你现在知道他的战略目的了吧？他为什么买这个？美国20公里，日本的无基地50公里。对，我拿个望远镜，我就看到你在干什么了。对，偷偷摸摸。刚刚国民哥有讲嘛，那望远镜那个100多公里都看得到嘛，对不对？来，而且你看这就是我们从那个岛上直接看到的。对，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那边架电线杆我问你，谁会去？那你不要开我玩笑。谁会去买豪宅，然后自己架电线杆啊？怎么可能啊？而且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这是什么？重型机具进来了。我请问一下，你是一般老百姓，你土地买了，你怎么有办法去这无人岛开发这种东西？这个感觉都是我们讲公用的嘛，甚至军用的嘛。然后呢，你看这个我们刚才讲电线杆对过去，就是所谓的海军基地，等于是他把美国跨套套，然后呢日本跨套套。千万不要忘了，中国有国防动员法，你不管是谁在海外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成为我的眼睛，你成为我的枪，你成为我的刀的。对，等于说，因为这一次买的是上海的市民去买了对，但是你也不知道，各位，我觉得99%绝对不是一般人但是呢，如果说如同刚才赵尔讲的，今天他跟你讲说我要动用，因为战争时期我要对台湾发动战争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个地方他可不可以立刻把军队驻扎在那边？可以他说我征用啊，这我国民的土地啊，但是不是变相就侵略这个岛屿？对，因为这岛屿只有7个老人啊。那我问你，这7个老人，如果说我们讲的时间一久了，或者是他们搬走了，那你怎么办？来，各位，你看这种，他们说要盖的平面图，那每个都说我们要盖豪宅美轮美奂。我跟你讲你如果让他们长此以往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岛被他们夺走。而且再来，现在日本国民呢也不甘于就是这样坐以待毙，所以他们发起活动什么呢？募资活动。他们就说我们要募2000万日元，你看其实很便宜。对，他说2000万日元呢，我们要把这个土地呢给买回来，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岛，我们自己买回来。所以中国在日本根本假狼告告，岛之外连里面的领土
都是直接这样搞的。对，你看哦，这是哪里？这是在千叶。它原本呢有一个传统哦，这个叫我们讲大兴酒店。但现在大兴酒店呢，你知道厉害在哪里吗？它过去有曾经招揽过日本第1届首相伊藤博文，换言之，它是一个我们讲非常具有380年历史、古色古香的。而且最有名就是这个。对，他会去看日出，对不对？对，海平线，然后很漂亮，而且你就从你的套房出来之后呢，你就看到啊，斯巴西基嘞，好美哦，然后太阳就这样慢慢的浮起来。结果呢，中国人来之后，太阳就慢慢的掉下来，变成夕阳产业。来，你看到许多游客都跟你讲说呢，以前都会每个季节都会来到这边，结果这中国人收购之后，来各位。来，大妈那个直接给他上来，中国老板来了，来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他用暴力抖音式介绍啊，这是我们的旅馆啊，你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池子，这个池子有所谓的石头做的啊，石头做的特别有能量，就是这个，哎，就这个大妈，对，后面就大兴，然后用这种我们讲相当简单粗暴，你看这个海景，我怎么跟他赵和讲的？你看我们这个第1名，特别棒，特别棒，你知道怎么样吗？倒闭，倒闭，直接380年的老店被他搞垮了。我讲真的是胡搞，寸草不生。然后你知道他还干嘛吗？他还积欠日本员工薪资。对，他本来在那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对不对？他还说啊，我们还从这个知名的这个5星级大酒店找来这个主厨来帮我们煮饭啊，我相信味道特别好。来，就各位，现在他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为什么他变成这样子吗？戴着眼镜，戴着口罩。感觉像杨兰兰一样，好像做错什么事情，因为他欠薪又浪杠，然后把整个饭店搞垮之后呢，很多的钱呢都付不出来，反正经济状况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还唬烂人家说啊，我们只是要改建呐，我们只要修缮，来就是这个，这个差很多哎，你看这一张还有这一张，来我们看到这张，这是他现在很惨的样子。他以前他是这样子，还叫什么女老板清水社长，所以现在呢，等于就是说中国呢所到之处，连他们的百年老店都能够搞垮。玉峰哥，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演艺圈震撼弹直接丢下来，曹希平66岁，前几天地震在摇的时候还在发文说大家都好吗？然后怎么样，结果今天消息出来。他就这样子走了。对，曹希平4哥，其实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带着哨子哔哔哔哔哔，然后呢，不管是哪个女艺人，小 S 也好，他也会直接骂丑八怪，我跟你很熟啊，丑死了。对，好，你看到他在脸书上面，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热衷的。从过去来讲，24号、25号都有，27号、28号都有发文啊，都是一些比较正面、比较乐观的伤心归伤心，生气归生气，怎么样？美食还是要吃嘛，社会是现实的，生活是现实，任何打击都打到不老，也是剖美食嘛。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不是半夜突然砰砰砰地震吗？对，他也剖了脸书文，吓死了，好大的地震，突然之间今天早上就收到了一个讯息，就是曹希平4哥过世了。对，他的干儿子在家里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那消防队员到现场的时候呢，直接放弃急救。为什么？因为已经出现尸斑，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在发完最后这篇文章之后呢，没有几个小时他就出事了啊，他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一篇28号上午的这一篇，就是他的最后一篇贴文。所以呢，大家其实会这么惊讶，就是原本以为说他是很健康的，没有想到突然之间嘣一个贴文，然后呢，没有几个小时之后人就离开了。对，当我们在看到他的新闻的时候呢，他已经离开人世了。好，曹希平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对他没有印象，但是这些老画面出来之后呢，马上就燃起你以前的回忆嘛，知道吗？他过去来讲的话，进入演艺圈，野性的青春马上就爆红。在那个年代还有谁？还有包伟明，还有杨凡。可是你有想过以前那个年代可以这样子开胸襟的吗？对，这不是女明星哦，这是男艺人哦。他皮肤什么都很好。对，所以呢，他能歌善舞，再加上他的身材练得非常的结实，所以这个形象出来之后呢，马上在演艺圈爆红。因为在那个年代，你只要唱稍微快一点的歌，其实当局就会给你一点压力，你是不是叛逆？所以呢，包括曹希平，包括我们讲的比利姐，她那个年代动感的歌手，其实他们算是第一批唱跳歌手。你就可以想象一件事情，许光汉以前就是曹希平，这个对比大家就很有感吧。所以以前跟倪敏然还有跟张国荣来到台湾，都是由曹希平去主持的。对，因此你就可以知道他以前其实是非常非常红的。那后来大家可能都是在脸书上面刷到以前他跟小 S 的一些节目的一个片段嘛。节目的片段每一次
小 S 其实都会亏曹希平，就是说，哎呀，你是过气呀，或者是怎样的啊？其实用揶揄的方式，然后呢，曹希平在骂小 S， 你这个丑八怪，我跟你很熟吗？两个就互相的把它堆叠起来，然后呢，曹希平大哥过世之后呢，小 S 马上透过经纪人回应说，会永远记得他的独特魅力。其实因为他们两个的小 S 跟曹希平两个在节目上面的这个火花是非常的够啊。吴康仁也抛出来一个奶油起司。什么意思？他们也曾经想开玩笑的组一个男团，叫什么奶油起司。然后呢，还记不记得下面的小标是野性的青春？对，就是曹希平大哥他的第一张专辑。哦，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他的演艺圈里面有合作过的，对，有合作过。然后呢，还有唱跳。然后那个时候曹希平还笑吴康仁说：“哎呦，你怎么跳起来是好像有点手脚不协调？”所以呢，其实曹希平在演艺圈人脉是非常广的。除了以前跟这些资深艺人合作之外，吴康仁演弟也有合作过。可是这一次曹希平大哥走了之后呢，有一个现实的事情，他生前其实是跟谁处不好？跟他家人处不好。那他也说了，他要把他的遗产全部给谁？干儿子，给他干儿子。好，那重点来了。你知道吗？当消防队员进门之后，看到尸斑就不急救了嘛，马上要去处理嘛。那后面就是什么身后事啊？那身后事现在来讲的话，你知道曹希平他的干儿子直接在他的脸书的粉丝页里面就讲了话：目前我只希望寻求跟四哥有血缘关系的人，求你们将四哥的后事全权交给我，就是他的干儿子 Jeremy 来处理。因为我们没有法律认定的父子关系，警方及相关业者就是殡葬业者，无法也无权协助我们好好处理四哥的后事。如果大家有人认识四哥家人的人，求你们帮助我，请他们同意让四哥安息。对，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你生前不管你怎么说，在后事来讲的话，法律上面你不是他的家人，对，你是无权去处理他的后事。所以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变成是一个无名尸啊。对，现在来讲的话，会变成说。报纸说，那新北是要用比照无名尸的方式来收买，那这个就很难堪嘛。你一般以为讲的无名尸，你会以为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淡水河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不幸落水，或者是他想不开，对，那个找不到，那个才是无名尸。无名尸是要统一集中办理后事的。那你觉得曹希平，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吗？大家不知道他的家人是谁吗？大家都认识，大家不知道他有个儿子叫 Jeremy 嘛？所以呢，他的后事如果真的走到。家属不愿处理，然后变无名尸，你不觉得这很吊诡吗？对，所以他一个没有血缘的家人龙千玉就出来了。对，大家以为这个台语女唱将龙千玉，她只是主动来帮忙吗？不是，他们曾经有7年的关系。对，什么关系呢？龙千玉是他大嫂子。对，他是四哥嘛，四哥排行老4嘛，对不对？老3的。前妻就是龙千玉，对，然后那7年的婚姻虽然后来是离开了，可是呢，这是龙千玉有去找他的前夫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也来正式的来发了一个公告，就说呢已经找好了哈，金属代表3哥哈，直接委任后事都是交给这个跟4哥情同父子的干儿子 Jeremy 来负责，所以呢，也希望这个要让他圆满了，对不对？也要让他圆满，因为其实走得太突然了，大家心情上都是很 shock， 都没办法接受。可是呢，你后事，尤其是你的丧葬，你把它做得圆圆满满，也希望4哥一路好走。慧珍姐，今天曹希平大哥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遗产的事情，他那天说，我要把我的遗产给干儿子了，而且我跟这些人也没那么熟，已经不熟到连我死了之后还要我的前大嫂来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今天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民法的所谓的特留分。现在争议已经整个烧起来。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不能指定给谁，我一定要给我的什么姐姐、弟弟、哥哥吗？这完全侵害到我们的遗嘱的自主权哦！怎么会这样说呢？我们都从曹希平这个案例，为什么今天尤其在翠上掀起非常多的讨论？第一个当然是曹希平他自己本身的魅力，他非常的真诚，所以呢，他虽然人家会觉得说他好像感觉上言语上很多一些比较犀利的言语，但是他在年轻族群里面是深获大家喜爱的，很真很 real 的，然后而且他完全那个非常平易近人哦。那事实上，曹希平之前也曾经在媒体多次讲过，他为什么跟他的家庭决裂，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父亲跟母亲哦，都是由他一个人把他照料到这个颐养天年了。就后来他的那一些兄弟啊，所谓的兄弟们，在国外啊，不仅没有照顾到他的那个所谓的父母啊，甚至在那个父母走的时候，还说什么爸爸妈妈的财产啊，我要分个。
从头到尾都是曹希平他自己去付完那一些贷款的，对。然后呢，就到后来还开始有诉讼，所以他伤透了他的心哦，所以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此后我的财产不给曹家人。”对。哎呀，你要知道，他讲出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对他的兄弟啊，所谓的血亲啊，根本是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半丁点的一个感情哦。反而是刚刚提到的他的 Jeremy， 也就是他的干儿子哦，哇，陪他住了好多年，你知道吗？好，那曹新平自己讲过，他说什么？我以前在赚很多钱的时候，我的爸妈还把这些钱汇到美国去给养我的那个兄弟，就现在这样。好，那我说我会预立遗嘱，但你知道吗？现在被人家发现，就算你真的预立遗嘱，老天爷啊！你不仅没有办法确保你的财产不被你的那些手足给瓜分，甚至你连遗体，我们的遗体竟然是遗嘱的一部分，对，是遗产的一部分。所以刚刚提到全台湾最有名的无名尸是谁？曹希平啊，谁不知道他是曹希平？结果呢，因为一开始他的家人不愿意出来办理，然后他的领他的遗体不愿意帮他办理后事，所以他竟然要变成无名尸处理耶。那我就问，如果你真的不办理他的后事，不领他的遗体，那请问你的特留份、你的遗产，你要不要继承啊？所以现在就来了嘛，难道台湾的法律会变成准许这些手足不领遗体、不办后事，但拍谁他的遗产我要分吗？那现在就形成3种状况哦，因为这个议题就是很多人就会怒嘛，所以讲到说，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你觉得现在有3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没有立遗嘱的。没有立遗嘱的话，完了，他的那个干儿子1毛钱都没有，所有的钱变成他这4位手足来分哦。然后假设他有立遗嘱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干儿子可以有2/3，但是呢，他的其他的手足还是有特留份，所有遗产的1/3，所以换句话说，每个人可以领到12/1哦。所以尽管今天曹大哥已经讲，我遗嘱都已经立了，我只给我的干儿子，在法律民法上面。还是可以拿到这样的东西。我跟你讲，这真的非常荒谬。所以现在台湾哦，今年哦，有一个法案，就是不是法案，就大家推动修法，有7000多人火速联署，要求废除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一个民法的规定，因为很多人很害怕，什么很害怕？照顾父母你完全不出钱，不愿意帮忙，结果要来争遗产、争财产就算了，你跑第一个，跑了第一个就算了。有的人现在生活在恐惧当中，什么恐惧当中？巴不他害死我之后，这就可以领钱呢。因为假设，比如说像我一样，我也没有结婚啊，如果被害死了，结果谁会是遗嘱继承人？所以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法院还有现在的法务部已经开始有体恤到民间的一个意思，这个法案2026年应该要尽速通过。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